近期网络上开始看到许多 OPPO Find X8 系列的外观开箱，就知道他们的发表会又即将开始了。最近这几次 OPPO 在中国的操作都非常有趣，都在发表会之前就会让媒体抢先开箱外观哦。不过 OPPO 在台湾的行销就相对其他品牌来说就冷清许多，看来是比较不需要媒体宣传的样子。即将在4月10号晚上7点的发表会，目前看到推出3款新机，包含年度旗舰 OPPO Find X8 Ultra， 还有2款小旗舰，分别是 X8s 还有 X8s Plus。不过，我想这个频道的朋友应该对于 Ultra 版本比较有兴趣，所以接着就来分享即将推出的 Find X8 Ultra 有哪些亮点。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OPPO 即将在4月10号发表的年度影像旗舰 OPPO Find X8 Ultra。这是在消息还没推出之前，我原本以为会在潜望长焦镜头的感光元件上，会跟 vivo 还有小米一样用上 HP9 的2亿像素感光元件。不过 OPPO 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用更绵密的光学焦段来完成相机模组，而且很有趣的，还加入了第5颗镜头哦。接下来就综合官方已经释出的消息，还有传闻中的规格，来看看一下这款旗舰机有哪些强大的地方。每次在分享旗舰手机的时候，很多朋友看到曲面萤幕，通常都会留言：“怎么又是曲面？出平面我就买”之类的言论哦。那这是 OPPO 真的在 Ultra 版本推出了平面萤幕了，所以这些朋友是不是真的要买单了还是有其他的不买的理由哦？我想应该会想出很多不买的理由啦。这次 OPPO Find X8 Ultra 的萤幕设计，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哦。边框只有 1.4mm 以外，而且4个边框都一样窄。对于细节控来讲，这个看起来就是舒服啊。萤幕的部分是采用6.82寸 2K 解析度的 LTPO AMOLED 显示器，就像之前所说的，就是平面的设计。目前市面上 Ultra 版本提供平面萤幕的，应该只有三星、OPPO 还有 iPhone 了吧？如果有漏掉，就麻烦留言跟我说一下哦。那外观尺寸上，OPPO 还是很会设计很薄的手机啊，在不含镜头模组部分，大约只有 8.78mm， 真的很薄哦。镜头模组部分，目前没有得到更多的详细资料，但目视部分大概是4到5mm 左右，虽然不算厚，但也不会算太薄啦哦。重量部分控制在226克，而且还提供了3种配色，分别是白色、黑色还有粉色，整个在配色上相对算是保守的。在防护力部分，支援了 IP68 还有 IP69的防尘防水等级，在防护力上，我觉得是算是顶级的了。对了，在这么薄的机身内还塞进了一颗61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这点真的非常棒哦！而且还提供10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算是非常有诚意的。那处理器部分当然还是采用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处理器。效能跑分部分，目前 Geekbench 的跑分资料库中有一款可能是 Find X8 Ultra 的机种跑分它的跑分是单核是3134分，多核是9176分，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整体外观来看，我觉得 OPPO 虽然还是维持传统大镜头模组的设计，但因为在机身厚度上已经相当薄了所以用不着用曲面萤幕来去增加视觉的薄度哦。不过这样子边框设计好像就更 iPhone 了一些哦。接下来讲镜头的设计，那之前有观众留言他要我不要一直讲拍照。我不太清楚是不是他没有看到我其他的集数，我会讲很多 AI或者是讲很多其他应用部分他是不是都没有看到？我不太清楚了那另外，拍照本来就是旗舰机的重点，如果平常不注重拍照体验的朋友，我真的觉得他直接入手中阶机就好了。接着来进入今天的主角 ，OPPO Find X8 Ultra 的镜头模组，这是有着非常特别的5镜头设计。虽然第5颗镜头并不是实际可以用来拍摄使用的，但我认为非常的重要。现在分享实际可以用来拍摄的4镜头。主镜头部分采用5000万像素1寸 LYT900 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1.8。因为今年 vivo 看起来是不会用上1寸感光元件的镜头，所以 OPPO 又再次打着没有1寸你怎么敢叫 Ultra 的口号哦。不过现在目前有用上1寸感光元件的只有小米15 Ultra 跟 OPPO Find X8 Ultra 哦，所以如果有需要主镜头这么大感光元件的，就可以往这两边选择哦。超广角镜头部分采用5000万像素的 1.95分之1寸 LYT600 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2.0， 因为搭配2颗潜望长焦，分别采用5000万像素 1.56分之1寸 LYT701 f2.2 的2.8倍望远，
还有采用5000万像素1.95分之1寸 LYT 600 f4.3 的5.8倍望远哦。根据官方的资料，2.8倍潜望长焦的进光量提升了150%，而5.8倍的潜望长焦呢，则提升了251%哦。那另外呢，5.8倍的变焦呢，还能提供12倍的无损变焦，所以整个在焦段的延续性上，我觉得相当的好哦。那长焦呢，加上大进光量，对光线不足的长焦人像下拍摄啊，我觉得就非常有帮助。OPPO 官方也分享了其他竞争对手的实拍比较啊，虽然不晓得手机是哪些品牌啦，至少我实拍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没有 vivo 跟小米。不过看起来 OPPO 提供这个照片啊，它拍的的确是还蛮不错的。以规格来看，我认为在12倍以内的焦段，应该可以跟同为4镜头的小米15 Ultra 有得比。但超过12倍之后，毕竟 HP9 的大感光元件，还有像素合成的技术加持下 ，Find X8 Ultra 可能会处于劣势哦。不过 Find X8 Ultra 2颗潜望长焦呢，都有着长焦微距的功能，这点就比小米15 Ultra 要好用一些。接下来讲非常重要的第5颗镜头，那第5颗镜头到底是什么呢？OPPO 称它为单狭原色镜头，这个镜头就是所谓的光谱感应器，它有着在非常暗的环境底下还能辨识出色彩的能力。这对拍照有什么帮助呢？它可以在夜拍时准确掌握被摄物的色彩，尤其是人像部分，可以还原出正确的肤色。那 OPPO 官方也释出实拍照，大家可以自行比对一下，就看得更清楚了哦。除了第5颗镜头之外，这次还加入了超晶态蓝玻璃，也就是所谓的磷酸盐玻璃啦。那这玻璃抗红外线的能力非常的强啊，可以吸收红外线哦，但很容易水解，也就是遇到水啊，它会融化掉哦，所以必须要妥善封装呢，才能维持功能。所以这次呢 ，OPPO 采用了更好的封装技术，让磷酸盐玻璃加入镜头模组中，让画质啊跟色彩可以更干净一些。整体来说，我认为 OPPO Find X8 Ultra 这次在色彩校正上花了很多功夫哦，也让手机摄影更推进了一步。不过没有特意追求超长焦的做法，到底消费者会不会买单呢？就要看上市之后的反应咯。以上就是关于 OPPO Find X8 Ultra 发表会前的整理，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